大家好，之前我们在陕西咸阳自驾的时候，在咸阳岩上面可以看到很多汉朝的帝王陵以及王侯将相的墓，其中呢，刘邦以及他皇后的墓更是气势雄伟。尽管说刘邦是汉朝的开创者，但是他手下那些功臣、文臣武将也是不可缺少的。那今天我们是来到了山西临时的一个荒野上面，汉初三杰的韩信，他就埋葬在这里。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吧？韩信的墓正常来说应该是在陕西西安的，为什么会是在山西呢？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，如果要开创一个王朝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刘邦能够建立大汉王朝，他也是历经了千辛万苦。看史书或者一些其他资料，刘邦在跟项羽作战的时候是屡败屡战，后面呢是有一个人物改变了局势，他就是韩信。最终呢，一战定乾坤，建立了大汉王朝。其实刘邦当了皇帝，他给后面的人们呢留下了一个宝贵的财富，就是王朝皇帝更替之间的身份就可以从上面变回普通人了。为什么这样说？你如果看刘邦当皇帝之前，中国古代那个时候，国家的君主以及皇帝的更换，基本都是在贵族之间传承。你就算这个国家他的君王换一个姓氏，他之前的身份还是那个贵族。就像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的时候，大家看他皇朝皇帝的更换，基本上是在关陇骐达那些门阀士族换人。今天是李家，明天可能就是杨家，是这样更换的。但是刘邦就起了一个头，因为刘邦的出身比较低嘛，他变成皇帝之后，就给后面的人做了一个榜样。普通的人或者身份不那么高的人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抓住机会，也有可能变成皇帝。这就是陈胜吴广起义喊出的口号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确实后面有这样的人，典型的是明朝的朱元璋，以及他之前的五代十国那些昙花一现的王朝。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呢，尽管是武将出身，但是他一开始的人的身份有一些是比较低，后面呢变成了皇帝。尽管说王朝比较短，但是确实有一部分人实现了嘛。这就是刘邦给后面人留下了一个宝贵的财富。刚刚我们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离不开他手下的人辅佐，最有名的就是汉初三杰：张良、萧何、韩信。刘邦说过这样一句话：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之外，我不如张良；正国家，扶百姓，不绝粮道，我不如萧何；战必胜，攻不取，我不如韩信。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来他们三个人的重要性。那同时也证明刘邦的厉害之处，能够很好的使用这三个人，能够驾驭这三个人，这在古代是作为帝王的一个必备修养。他们三个人的结局不相同，萧何和张良算是得以善终，而韩信呢，却是被杀了。你像我们前方这里看到的，就是韩信的墓，在山西临时的高壁岭，当地人称之为韩信岭。在全国各个地方，韩信的墓呢有3座，一座是在陕西的西安，一座在这里，还有一座是在淮阴。淮阴那一座肯定是衣冠冢了，到底谁真谁假呢？我们就来说一说。大家都知道，韩信是被吕后杀害于西安的未央宫，这就诞生了一个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因为韩信的一生能够达到顶峰，而从顶峰又衰落，都是跟萧何有关系。我们现在就来去墓里面看看，顺便讲一讲韩信的故事。这个墓现在也算是一个文保单位，被这个红墙包围着。在这个墓冢旁边还有一排窑洞，据说这个是守护这个墓的人居住的，相当于守墓人。不过现在好像大门紧闭，不在了。其实这些地方如果不是守墓人的话，一般也没有谁直接是住在这个墓冢旁边。非常可惜人不在，要不然我们就可以找一下这些守墓人，了解一下这个韩信墓的故事。这里有一条小路上去，这条道路呢也是当地村民
在种植农作物，就是他们可能会开着三轮车过来，因为现在属于春天嘛，这个草呢还没长起来，这些农田现在已经基本上开垦完毕了，估计马上就要种植那些小麦或者玉米。其实你如果这个时候走到南方也好，北方也好，农田里面是有很多人在忙碌的，旁边可以看到有辆车，估计呢也有人在这里劳作。因为春天来了嘛，万物呢都开始要种植。到了这边，就来到了韩信墓园的大门。不过现在这个大门已经不存在了，因为如果正常来讲，这里是韩信墓的话，起码是有2000多年。我们走进去看看，这里是一个窑洞，其实呢也是韩信庙吧。韩信这个人，在中国古代被称之为战神，因为大家对他的故事非常熟悉。他的一生经历呢非常传奇。早期的话，韩信出身不太好，从小呢比较贫穷。你看，我们知道了一个胯下之辱，讲究的就是韩信。当时一个屠夫嘛，让韩信跨过去。当时韩信呢地位不高，所以就忍辱负重。到了秦末那个时候，有大规模的起义嘛，当时两股实力最强的应该是刘邦和项羽。韩信呢就去投奔了项羽。不过那个时候项羽呢没有重视韩信，只给他了一个执戟郎中的职位，比较低。没多久呢，韩信认识到了那个萧何，从他们经常对话，萧何认识到韩信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，军事能力极强。如果说把他引荐给刘邦，那刘邦的军事实力会上升一大截，因为那个时候刘邦针对项羽可以说是屡败屡战嘛，没有杰出的将领，他手下的那些樊哙都不是项羽的对手。结果没想到韩信去了刘邦那里，一开始也没有得到重视，于是呢韩信就觉得没有机会了，就放弃了，也准备出走了。结果被萧何知道了，他就月下，就是晚上去追逐韩信，说我一定能够给你安排妥当。萧何这个时候呢，就向刘邦保举，向他担保韩信是一定能够改变我们的局势。那刘邦当时很信任萧何，就把韩信呢封为大将军，统管他所有的军队。从这个时期呢，韩信就开始了开挂的一生。没多久呢，他就给刘邦出谋划策，说我们现在针对项羽呢属于弱势，一定得改变方式。韩信这个时候呢，就采取了一条影响后世的那个军事战略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从陕西的汉中参越那个小道，夺取了陈仓，就是宝鸡，然后马上又控制了关中。在那个时候控制了关中，等于就有了稳固的基地，有了夺取天下的本钱。你像秦汉隋唐那个时期，关中虽拿下了，基本上等于天下了。后面韩信的实力进一步的发挥，我们知道四面埋伏，四面楚歌，他进而呢一战击败了项羽，帮助刘邦夺下了天下。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韩信的实力是非常强的。你看韩信多少故事跟他有关，月下追韩信，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，明修正道，暗度陈仓，十面埋伏，四面楚歌，这些都跟韩信有关。所以我们说韩信一个人都创造了这么多成语，是不是很厉害？韩信自从击败了项羽之后，他说实话有点膨胀了。他一开始呢向刘邦要求封一个王，那刘邦是非常生气的。后面呢刘邦建国之后，就称帝之后，找了个由头，把韩信那个降为淮阴侯。那韩信这个时候呢非常不开心，他可能会经常发牢骚。最后这些东西呢传到刘邦跟吕后耳中。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刘邦去全国各个地方平叛，就是打击异姓王，而韩信呢被吕后杀害于
长安的未央宫。那个时候是由萧何把韩信骗进皇宫的，韩信的一生就这么结束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韩信墓里面看看，这是一个窑洞，也是一个庙啊，韩信庙。哦，来到这里面，感觉像走入到一个墓室一样。这还有人祭拜，大家会不会觉得走到这个地方，是不是有点像明朝那些地宫里面呢？非常香啊，两边就像耳室一样的。那这个庙呢，大概是属于金代或者元代有人修建的，后面是经过修缮。在黄土高原，其实有很多窑洞，这个窑洞明显看得出来不是住人的，就是一个庙以及相当于墓室的布局。那么关于这个韩信墓到底是真是假呢？按照临时县志记载，就是说信被那个吕后杀于长安未央宫，遣头颅送给在外面平乱的刘邦。当时刘邦正好是在返回长安的途中，在这个地方碰到吕后的信使。那当时刘邦看到韩信的头颅之后，就下令将韩信埋葬在这个地方，因为这个地方属于秦晋古道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。当时刘邦平乱的时候，他一定要经过这个地方的。刘邦称帝之后，对他打天下那些异姓王不信任，彭越、陈豨那些人下场都不是好嘛。当时他是平叛陈豨回来，因为陈豨当时是属于在河北那一带，他返回来的话，去长安就一定要经过山西临时，就是秦晋古道，当时是国道。那埋葬韩信之后，那些士兵往这里过的话，每一个就往这个墓冢里面填一把土，因为当时打天下的时候，很多士兵都是属于韩信的手下。那这个墓冢呢越来越大，韩信的墓就这样存下来了。那这个韩信墓是真是假呢？真实性还是挺大的。本身它当地的县志就有记载，我们就来说说韩信为什么会被吕后杀害，而不是被刘邦杀害。这里就牵涉到汉初时期的那个局势。刘邦登基为帝之后，把吕后封为皇后，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皇后，也是我们中国古代第一个皇后。所以从那个时期，你也能够看得出来，吕后的地位是非常高的。尽管说天下是刘邦打下来的，但也可以这样说，这个大汉天下是刘邦和吕后一起打下来的。你像吕后嫁给刘邦的时候，刘邦基本上是一无所有，只有一些他的那些酒肉朋友樊哙、卢绾这些人。后面刘邦出去打天下，在家里持家照顾小孩的是吕后。同时呢，吕家呢给刘邦也是有非常巨大的帮助，把财产给了刘邦去使用。刘邦当上皇帝之后，其实他的年纪已经非常大了，他需要为他的子孙留下一个稳定的天下。那当时他建立大汉王朝的时候，为了局势嘛，封了很多异姓王，这个是外姓，刘邦肯定不会放心的，因为那些人可能属于骄兵悍将，就跟朱元璋后面处理淮西新贵是一样的。当时刘邦的小孩刘盈还早，他可能驾驭不了那些异姓王，因为可以这样说嘛，那些异姓王对刘邦都阴奉阳违，何况你一个小孩？所以刘邦呢就要剪除异姓王。当时为了他们江山，吕后跟那个刘邦关系再不好，他们也是会一致对外的，因为江山是他们两个人的嘛，刘盈又是他们两个人的孩子，那肯定会去做一些事情。那这些里面人威胁最大的是谁呢？就是韩信。一个韩信威望高，还有一点韩信年轻，当时才30多岁，刘邦都差不多60多岁了。刘邦现在想，我过几年就会没了，那你韩信还这么年轻，我的儿子不可能够驾驭得了你的。最终呢，刘邦出去那个平地陈豨的时候，刘邦出远门了，那就由吕后来处理这个事情。当时吕后呢就给萧何下了道命令，他肯定是跟萧何商量过的，说你把韩信叫到我宫里来。当时萧何也知道，也逼得没办法，就把韩信带到
那个皇宫去了。其实那个韩信也知道他已经算是放弃抵抗了。最终呢，韩信在未央宫被吕后下令用竹片杀了，就是竹刀。为什么不能用铁呢？可能有这样一种说法，刘邦对韩信说过，这个天下没有杀害你的刀剑。那当时的刀剑可能是铁啊这些做的，于是吕后就用了那个竹刀。那么我们在这里也得说一下，韩信被杀，为什么没有人作声呢？刘邦手下那些功臣都没有为韩信鸣不冤呢？其实这跟当时的局势以及韩信的为人有关。第一点，吕后可以当大汉王朝半个家，因为他能力确实很强，而且呢也深得他那些文臣武将功臣的爱戴，因为他一直是跟随刘邦，从一无到有嘛，所以那些人很幸福。也包括刘邦死后，吕后能够快速的掌权，由于皇后的身份是一部分，最大的部分就是由于吕后她那个地位、她的能力以及她那个对那些功臣的影响所决定的。当时吕后杀韩信的理由是她随同陈豨谋反，所以就可能没有人作声，这是第一点。刚才说的是刘邦跟吕后他要杀害韩信的原因，那么韩信本身也有原因的，我们来说一说。第一点就是说，韩信军事实力很强，能力很强，但是政治嗅觉很低，他没有很好的处理刘邦跟吕后的关系。还有一点呢，韩信这个人比较自负嘛，可能看不起刘邦旁边那些人，但是这个恰恰呢也导致刘邦手下那些人跟韩信融不到一起去。两个因素，一个呢是韩信相当于是一个外来人，他一来就能当大将军，使得那个刘邦手下那些人不幸福。因为刘邦手下那些人呢，都是从小或者是一个老家的人一起跟随刘邦出来打天下的。你韩信刚来，那个地位就超过他们，所以他们肯定会心里不服，就跟他们没有什么来往，这是一点。还有一点呢，韩信呢就是比较信任萧何，他知道他能够有这个成就是靠着萧何，所以最后萧何叫他去皇宫，他也去，因为他知道有去无回嘛。但是他可能是为了报答这个萧何的伯乐情嘛。所以从综合方面来讲，韩信被杀确实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，有他自身的因素，也有刘邦跟吕后的因素。韩信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里。